遇到语言攻击最蠢的行为就是还击。千万别让自己活成了一只垃圾堆里的战斗机。是不是总有那么一句话，瞬间就能把你点燃，像点燃引线一样，砰的一下，瞬间就把你炸开的感觉。你知道自己应该忍，但身体已经先一步做出反应了，心跳加速，脑子里开始搜寻最刻毒的回击词，手已经在颤，嘴巴已经张开，然后你脱口而出，说了什么你自己事后都觉得幼稚的话，然后后悔，然后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反复回放那一幕，一遍又一遍地想，如果当时我说的是另一句话就好了。你觉得你是在捍卫自己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捍卫的其实是对方丢给你的那个东西。《金刚经》里有一句话，佛陀说的非常直接，没有任何修饰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翻成白话就是你眼睛看到的，你感受到的那些不过是一层幻象，你以为是真实的，其实它们不是。你以为别人的攻击代表着你的价值，那是幻象。你以为你必须还击才能维持尊严，那也是幻象。你以为那场争吵里你赢了就赢了，最大的幻象就是这一个。佛学里讲相这个字很特别，它不是单纯的外表，它是你的眼睛、你的心、你的记忆、你的自我认同共同合作制造出来的一套叙事。你看到一个人朝你怒吼，你的大脑立刻帮你配音，他在针对我，他瞧不起我，我必须证明我不是好欺负的。这整套叙事就是相，而破相不是叫你假装没事儿，不是要你忍气吞声，而是叫你看穿这套叙事的本质，然后选择不被它牵着走。听起来简单，做起来像在徒手劈山。今天要讲的这个东西有3层境界。第一层，大多数人可以做到；第2层，能做到的人开始真正活得自由；第3层，我只能说，如果你真的能做到第3层，这辈子再没有什么人能真正伤害你了。在开始之前，我想邀请你在评论区打出愿我内心清净，万事皆从容，把这份定力和福气送给每一个正在努力成长的灵魂。愿我们都能修得一颗金刚心，在这喧嚣的世界里不染尘埃。接下来请先跟我走进一个故事，这是1300年前的事儿了。唐朝有一座不大的禅寺叫宝林寺，寺里有个年轻僧人，法号法融，20出头，刚剃度没多久，是外地来挂单修行的。他生得高大，眉宇之间有一股拦不住的锐气，讲话直接，做事利落。师傅们都说这孩子根气不差，就是太快，快到有时候把自己也带进去了。同门里有个叫慧明的师兄，比法融年长15岁，在寺里待了将近20年，是被师傅们重用的人。照理说，慧明对后辈应当有引导之责，但偏偏这个慧明骨子里藏着一股说不清的戾气，一旦觉得有人威胁到他的地位，就会开始出手，不是用拳头，而是用嘴。法融被盯上，那是一次在用斋的时候，法融端着碗走向自己的位子，慧明从他旁边经过，声音不大不小，刚好让周围几个师兄弟都听见。哟，某些人是从哪儿来的？听说那边的寺院根本就是野路子出身，也好意思在这里装模作样讲经。法融端着碗，脚步停了一下，继续走，坐下，开始吃饭。没有人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。第2次是在挑水的时候，禅寺有口老井，每天清晨要挑水备用，是轮值的工作。法融那天轮到挑着2桶水往回走，慧明拦在路中间，当着7、8个人的面笑得很客气。法融师弟，你们那边是不是连基本的戒律都不太懂？我昨天看你打坐的姿势，真是叫人眼睛不知道该放哪里。
亏你还好意思坐在大殿里。周围有几个年轻沙弥忍住笑，低下头。法荣站在那里，水桶在手，一动不动地看着慧明，那眼神是什么表情？旁边的人说法不一，有人说他当时脸色铁青，有人说他眼睛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又消失了。他没有说话，侧身绕过慧明，把水挑回去了。但那天晚上法荣没有上禅坐，他一个人坐在房间里。他不是一个天生能忍的人，年少时在家，他跟邻居吵过架，跟同学起过冲突，他的嘴巴从来不是吃亏的类型。他出家是因为有一天他忽然意识到，他人生里所有的争与抢，最后带给他的都是疲惫，不是满足。他以为出家之后这种事儿就结束了，他没有想到连佛门里也有人会这样。他心里有一个声音说，你为什么不回嘴？他拿捏你，你就任他拿捏吗？还有另一个声音说，那你想怎样？前一个声音沉默了一下，然后说，我想让他知道他这样做很丑陋。第二个声音轻轻地问，你告诉他了，然后呢？法荣没有答案，他只是感觉自己里面有个什么东西在打架，打得他胸口发闷。第三次是在一个下雨的午后，寺里来了几位从长安来的居士，寺主安排了一场小型的法坛。慧明被指定主讲，法荣在旁列席。法坛进行到一半，一位居士问了个问题，慧明一时语塞，回答得磕磕绊绊。法荣坐在旁边，那个答案他清楚，他知道该怎么讲，他的嘴微微张开了一点。就是那一刹那，慧明瞟了他一眼，然后慧明转向那位居士说了一句话，各位不必理会旁边这位师弟在我们寺里挂单，资历尚浅，对佛法的理解还停留在文字表面，如果他开口，诸位切莫当真，以免误了正法。那间法坛室里顿时安静下来，法荣的脸慢慢红了，他感觉那股热从胸口窜上来，到了喉咙，他几乎可以感觉到那些词已经在舌尖上了，尖利的、精准的，足以让慧明下不了台的词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然后他低下头看了看自己放在膝盖上的那双手，忽然想起一件事，他从小到大每次大声反驳别人之后，他的手都是颤的，不是因为勇气，是因为恐惧。他每一次的还击，说到底都是恐惧的产物。法坛结束了，居士们离开，慧明与寺主并肩送客，走得很从容。走之前回头看了法荣一眼，那眼神里有某种东西，像是期待什么。法荣没有动，他还是坐在那个位子上，直到房间里只剩他一个人。然后他站起来，走到院子里，开始在雨里绕圈走，1圈、2圈、3圈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寺里的一位老和尚法号了尘，在廊下坐着剥豆子，看见法荣在雨里走，也不说话，只是抬头看了他一眼，然后低下头继续剥。法荣走到廊下站定，问了一句，师父，如果有人当着很多人的面羞辱你，你会怎么做？了尘手上没停，声音平淡地说，我会想想他扔过来的是什么。法荣愣了一下，了尘继续说，但说的不是法荣以为他会说的那种话。我见过很多人被人羞辱了，最快的反应是还击，第二快的是忍着，第三种最难的是先搞清楚对方究竟在做什么。法荣在廊下站着，雨声很密，他说他在羞辱我。了尘摇了摇头，豆子拨进竹篓里，发出轻轻的声响。你眼睛看到的是他在羞辱你，但你有没有看见他的脸在说什么？他的眼睛在说什么？他在那一刻里面是什么东西？法荣沉默，了尘放下豆子，抬起头，认真地看着他。一个心里平静的人不会做他做的事，一个知道自己站得稳的人不需要去踩别人才能站得住，
他每次开口都是在告诉你他里面有多乱，有多慌，有多虚。你看见的不是他的强，是他的怕。法荣站在廊下，感觉自己脑子里有什么东西开了一道缝。他之前从来没有这样想过，他只看到慧明的嘴，慧明的语气，慧明的表情，他看到的全是那个攻击的像，他没有看见那个像后面是什么在驱动他。了尘又说了一句话，然后就拿起豆子起身走了，只留下一句：下次他再来，你试试看清楚他的脸，别看他说的话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慧明又有几次出手，法荣都没有还击。但这一次他观察了，他开始真正去看慧明的脸。他发现慧明每次在人多的地方开口攻击他之前，都有一个细微的动作，他会先扫视一下周围，确认有多少人在场。那个扫视只有1秒，但法荣注意到了慧明需要观众，他的攻击从来不是1对1的，他总是需要在场的人。这让法荣想起了陈的话，他里面有多虚，就有多需要外面的掌声。法荣越看越清楚，慧明不是一个可怕的人，慧明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人。可怜不是法荣一开始想到的词，他最开始想到的词是懦弱、无聊、小气。但可怜这个词是在他某天看见慧明独自一人在大殿里礼佛，那个背影弯下去的弧度让他忽然觉得那是一个很重的人，一个背着什么很重的东西在走路的人。他用攻击别人来让自己轻一点，但那个重从来没有真正减少过。法荣在那一刻心里有什么东西软化了，不是原谅，不是和解，只是某种边界模糊了。那个他是我的敌人的硬框忽然不那么硬了。再后来有一天，寺里来了一批流民，逃荒来的，又饿又病。寺主开了库，大家一起出来帮忙熬粥派食。法荣在人群里忙，慧明也在，两个人第一次并肩做了同一件事，中间没有交流。但法荣注意到慧明在把粥递给一个怀里抱着孩子的妇人时，弯腰的角度很轻柔。法荣看见了这个细节，他没有说什么，他只是在那个瞬间感觉自己胸口里那最后一小块硬的东西也碎掉了。事情的转折发生在又一次法坛之后，那天又是慧明主讲，讲到一半，有位居士问起忍辱波罗蜜。慧明讲了一段，但明显感觉力道不够，讲完之后自己也沉默了。那沉默里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尴尬。法荣开口了，他没有等人叫他，他就开口了，声音平静，不疾不徐。他说，忍辱不是叫我们把愤怒装进一个袋子里，然后假装袋子里什么都没有，那不是忍，那是积压。真正的忍辱波罗蜜是你看清楚了那个愤怒从哪里来，你知道它是虚的，所以你不需要用力去忍，它自己就失去了力量。他顿了一下，继续说，就好像有人把一把火扔向你，如果你身上没有可以燃烧的东西，那把火在你这里就只是个烟，它伤不了你。法坛室里安静了大约3秒，然后那位居士缓缓点头，说了一个善字。慧明坐在旁边没有说话，法荣没有看他，他不需要看他的反应。那一刻他忽然明白，他不是在证明什么，他只是在说一件他真的相信的事。而正因为他没有想着要证明什么，那句话反而有了某种落地的重量。后来再后来，慧明有一次身体不好，卧床，寺里的人轮流照料，法荣也去了。慧明看着法荣进来，脸上有一种说不清楚的表情，介于惊讶和什么别的东西之间。法荣把汤药放下，帮他把枕头垫高了一点，就要起身离开。慧明忽然开口，声音哑了，问了一句话，你为什么从来不还嘴？法荣站着想了一下说，因为我发现你扔过来的不是给我的。
慧明愣住了，没有说话。法荣也没有多说，就离开了。走廊上，阳光斜斜地照进来，法荣走在那道光里，脚步很轻，轻到他自己都有点讶异。他不知道慧明听了那句话有什么感受，他也不需要知道。那句话不是说给慧明的，那句话是他说给自己的。这个故事你听完，心里有没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？大多数人在第一次看见法荣没有还嘴的时候，心里会有一种着急，一种不甘心。为什么要这样？他做错什么了吗？凭什么要受这个？这种反应很正常，因为我们从小接受的逻辑就是你打我，我打回去，这叫公平；你羞辱我，我怼回去，这叫尊严。但这套逻辑有一个致命的盲点，它预设了一件事，对方的行为是我应该负责回应的事情。然而，你有没有想过，那根本不是你的事。一个人对你出言不逊，动用的是他自己此刻的情绪，他的过去，他的恐惧，他的创伤，他对当下情境的某种诠释，这一切跟你没有半毛钱的关系。他的话是他的，他的愤怒是他的，他的混乱是他的。他把这些往你身上甩，是因为你碰巧站在那里，是因为你碰巧触动了他内在某个敏感的机关，但这不代表那个东西原本就属于你。佛学里讲缘起性空，意思是说，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是因缘聚合的结果，没有一件事情有它固有的永恒的本质。对方的攻击行为是他那一刻的情绪，他的人格模式，他所处的情境，这些因素碰在一起产生的结果，它针对的不是你这个人，它只是借用了你这个出口。你不是靶子，你只是出口。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决定了你要不要接那把火。当你真正明白这件事儿，你会发现还击这个行为本身有一个非常奇特的逻辑漏洞。它预设你接受了对方对你的定义，你觉得被羞辱，所以你要还击。但你觉得被羞辱，是因为你在某种程度上认为对方有定义你的权利。你接了那个球，你就进入了他的游戏规则里。金刚经里有一句话，很多人背过，但真正进入身体的人不多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。你的心不应该住在任何一个相上面。对方的话是一个相，对方的愤怒是一个相，你心里被冒犯了的感觉是一个相，你必须赢回来的冲动也是一个相。这些相一个接着一个升起来，像多米诺骨牌，一旦第一块倒了，后面就很难停。而破相的关键在第一块，在那股热从胸口往上窜的那一刻，你能不能先停一秒，看清楚那是什么？那是一个相，它在你心里升起，但它不是你，就像水面上起了一个波纹。那个波纹不是水面本身，它只是水面暂时的样子。你的心是水面，那股愤怒的热是波纹，你可以看见那个波纹，但你不需要成为那个波纹。法荣在廊下被雨淋着的那一刻，开始学的就是这个，不是忍，是看见。好，现在我们来讲4个相以及那3层境界。这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，它是一套你可以真的用在生活里的东西。从明天早上开始，第一个相叫攻击相，这是你最先看见的，对方的脸，对方的语气，对方说出来的那些话。这个相会瞬间启动你的自我保护机制，你的大脑在不到1秒的时间里就会开始评估，这是威胁吗？我需要防御吗？我需要反击吗？这个评估是神经系统的本能，没有对错。但问题在于，大多数人在这里就停了，就在攻击相这一层被勾住了，然后整个人都进去了。但如果你能多看1秒，在被勾住之前，你会看见第2个相。第2个相叫排毒相，这是攻击行为的本质。那个朝你怒吼、朝你出言不逊的人，此刻他不是在跟你沟通，他
他是在排毒。他身体里积累了某种他自己处理不了的东西，愤怒、恐惧、委屈、失控感。他需要一个出口，你就站在那里，你成了出口。排毒这件事儿不是针对你这个人，他只是找了一个可以释放的地方。你见过下水道堵住了之后污水倒灌的样子吗？那个倒灌出来的污水会挑自己倒进哪里吗？他不会，他只是往低处走，往有缝隙的地方走。对方对你的攻击就是那个倒灌，他不是在告诉你你是什么样的人，他只是在告诉你他里面的下水道堵了。理解了这一点，你看对方的眼神会不一样，你不再看见一个要伤害你的人，你会开始看见一个非常狼狈的人。但这还不够，因为就算你理解了外面的2个象，你里面还有2个象在等你。第3个象叫委屈象，这是你自己心里升起来的。被人当众羞辱，被人无端攻击，心里觉得委屈，这太正常了，这不是软弱，这是人的感受能力在运作。委屈相升起来的时候，你会想找到一个解释，你会想让别人知道我没有错，你会想重建那个被破坏的安全感。委屈象是真实的，它值得被好好感受，但它不应该成为你接下来行动的导航。因为如果你让委屈象来做决定，你会做的事儿是找一个方式证明你是对的，找一个方式让对方也感受到一点委屈，让公平复原。但这个追求公平的过程会让你和那个糟糕的情绪状态再纠缠3个小时、3天，甚至更久。你用你好好的时间和精力再修复一个原本就不属于你的破洞。第4个象叫战斗象，这是最危险的。委屈相升起来之后，很快就会出现战斗象，一种我必须赢回来的强烈冲动。这个冲动会给自己冠上一个很好听的名字，维护尊严。但维护尊严和战斗象是2件不同的事。维护尊严是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里，清楚地说这样不行，然后离开或者设立限制。战斗象是要把对方打倒，要看见对方输，要看见那个叫做公平的幻象回来。战斗象最烧能量，它会让你在结束之后比刚才更空、更累、更不知道自己是谁。这4个象，攻击象、排毒象、委屈象、战斗象，是语言冲突这个剧场里的4个角色，而你在大多数情况下会把这4个角色全部演一遍，然后精疲力竭的谢幕，带着一肚子残渣回家。心法是什么？4个字：看破不跟牌。麻将桌上有人打出一张牌，你不见得每张都要吃，都要碰，你看清楚那张牌是什么，然后决定要不要跟。大多数时候你应该过水。对方打出攻击象这张牌，你看见了，你知道它是什么，你选择不跟，那这张牌就只是掉在桌上，跟你没有关系，你的手牌1张都没少。看破不跟牌是第1层境界，我把它叫做自保层。这一层的核心是保护自己不被对方的负能量污染，保住自己的能量完整，保住好心情，保住今天。大多数人能做到这一层已经非常不容易，因为要在那股热往上窜的瞬间能清醒地喊停，需要持续不断的练习，而且在练习成功之前，一定会有很多次你没有停住，还是说出去了，然后后悔，这些都是正常的过程，不需要苛责自己。但如果你能往前再走一步，就到了第2层境界。第2层叫慈悲层，这一层发生在你真正看清楚对方的排毒象之后。你不只是知道那是他在排毒，你开始真正感受到那个人里面有多辛苦。人不会无缘无故的愤怒，人不会无缘无故的攻击，每一个张牙舞爪的背后都有一段他自己没能好好处理的故事。他
他可能是昨天跟另一半大吵了一架，可能是今天工作上被上司羞辱了，可能是他从小就活在一个随时需要防御的环境里，所以攻击成了他唯一知道的处理方式。他不是坏，他是困，他不是在针对你，他只是太困了，困到他需要靠伤害别人才能感觉到自己还活着。当你真的进入这个理解，你对他的感受会从愤怒或委屈悄悄地转移成某种很轻的悲悯。这个悲悯不是高高在上的俯视，不是我可怜你，因为我比你高级。那种悲悯叫做优越感，跟慈悲是不同的东西。真正的慈悲是平视地理解，我也有过困的时候，我也有过用错误的方式处理情绪的时候。他现在在做的事儿，我某种程度上也做过。或者我能想象，当你站在这个位置看他别人的垃圾场，真的会成为你修行的道场。因为每一个来攻击你的人，都在给你一次练习的机会。我能不能不被这个带进去？我能不能在这里真实地感受到一点慈悲？第三层境界是最难的，也是最轻盈的，我叫它无我利他层。这一层是什么样子？是当对方用那股怒火烧向你，你不只是保护了自己，不只是感受到了悲悯，你甚至想到他这股火总要有个地方熄。如果他在我这里发泄了，他就不会去再烧别人了，我反正不掉块肉。那这股火灭在我这里，也算是做了一件事儿。你听起来可能会觉得，这不是叫我当圣人吗？这不太实际吧？我同意，这真的很难。难道不是读了这篇文章，听了这个故事就可以立刻做到的？它是一个要长时间浸润才能生长出来的东西。但我想让你知道这一层存在，因为知道了方向，走起来才会有感觉。佛教里讲菩萨为因，众生为果。真正修行的人，他在意的不是这件事最后我吃亏了还是赚到了，他在意的是我这一刻的起心动念是从哪里来的，是从我要保住自己来的，还是从我要让对方难看来的，或者是从这里有个可以做一点善的机会来的。做到第三层的人，他不会说我在修行，我要慈悲，他不会说这些，他只是自然的就那样活着，因为他已经没有那么多的我需要去保护了。他的边界不是墙，而是空气，别人的愤怒穿过他不留痕迹，这才是真正的内心强大。不是你能还击多猛，是你可以让多少东西穿过你，而你依然完好。最后我想跟你说一件事儿，你今天听到的这些攻击相、排毒相、委屈相、战斗相，还有那三层境界，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理论，它是一套你可以从今天下午就开始练习的东西。从今天起，每一次有人对你出言不逊，你可以试着做一件事，先不说话，先深呼吸一次，在那1秒里问自己，我现在看见的是什么相？只是这一个动作，只是这一个问题，就可以帮你在那个被点燃的瞬间多争取到1秒钟的清醒。1秒钟可以改变很多事情。禅宗里有一个词叫当下即是，它的意思不是叫你躺平，不是叫你接受一切，它是说这个此刻是你真正拥有的全部。过去的争吵已经过去，未来的委屈还没有来，此刻这1秒，你是清醒的还是被带走的，是你能做的唯一选择。当法融在那道廊下的阳光里走路，脚步轻的让他自己都讶异的时候，他不是因为什么都解决了才轻，他是因为他放下了那个一定要赢回来的执念，所以轻了。你的心不需要成为任何人的战场，你的平静才是这世界上最不容易被撼动的东西。不是因为你假装没事，而是因为你真的看见了。最后问你一个问题，不用现在回答，带着他走。下一次有人对你出口伤人，你会先看什么？
如果今天的内容喜欢的话，记得按赞点个热推，有能力的话也可以进行打赏，或者让你有什么感触，有什么想分享的，欢迎在留言区说说你的故事。你不是一个人在练习这件事。如果你觉得身边有人正好需要这个，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他。有时候一句话就是别人在低潮时候需要的那道光。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见。